去把守门口。是。娘子，你冻坏了吧？你再不出来，我都要冲进去抢人了。别傻站着了，快去煮些姜汤。是。秋雨寒凉，你拿着去取暖。我从不用这些。你拿着吧，若你要是病了，可没有人能替代你。的位置。走吧，茯苓。若非你逞匹夫之勇，我朔溪军数十名大好男儿怎会枉送性命？你不配统领我朔溪将士，不配做本王的儿子！给我打！谢谢。娘子，二公子来了，快请进来。二公子，里边请。九妹妹，二哥还是头一次白天从正门来我这儿。二哥的病已经好多了。多亏九妹妹妙手回春。茯苓，你先退下吧。二哥可是听说了井底女尸，特意来找我的。九妹妹，你是我见过最有本事的人，只求世子殿下在办案的时候，能看在我手高有功的份上，稍微抬抬手，给三房留条出路。可是他们对你并不好啊。老夫人和夫人虽然眼里没我，可能让我无忧无虑的长大，已经比其他庶子好多了。况且，大哥一向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庶弟不错。三老爷不是和周永侯一向走得近吗？他为何不出手相救？做给别人看罢了。若真亲近，怎会年年礼到人不到？三房若是真败了，钟永侯府是不会管他们的。你就不怕他们记恨？他们本来就不喜欢我呀。二哥心地纯善，我会劝世子殿下只诛真凶，不牵连他人。多谢九妹妹。二哥不用向我道谢，知无不言就好。请坐吧。请。父亲，不，三老爷，以前曾有个院子，专门用来养着那些买来的女孩，教她们各种才艺。后来老夫人突然有一天就把那个院子给封了，那些女孩也就都不知去向了。你是说，那些井底的女尸，就是？以前我也不知道，后来有一天半夜我跑出去想偷东西吃，经过紫竹林的时候，就看到刘春夹着一个卷起来的草席。
第二天，老夫人就下令把养小丫头的院子给封了，紫竹林那口井也就成了枯井。这些事发生时，杨姨娘可以进府？哦，没有。院子被封了以后，三老爷就不怎么回家，老夫人没了办法，才准杨姨娘进府的。你可知杨姨娘为何自尽？算是与八姨娘有关吧。杨姨娘甚是美貌，一度很得三老爷的宠爱，时常为她作画。不过她总是郁郁寡欢的，也不逢迎三老爷。三老爷一生气就不让她出院子。八姨娘进府后，杨姨娘越发失了宠，倒因此得了自由。官女孩那个小院子被封后，除了三老爷的亲信刘春，谁都不能进去。杨姨娘经常去那个小院外站着，一站就是半天，我就总是去那儿偷看她。那杨姨娘可认识那小院中的人？不知道，我曾偷偷去探查过那个院子，也没发现什么。不过杨姨娘倒是每天都要去那小院外站着。八姨娘嫉妒杨姨娘的美貌，时常为难她，可杨姨娘从不反抗。直到有一日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告诉我真相。我一路跟着杨姨娘，却眼睁睁看她进了紫竹林，再也没有出来。杨姨娘的死闹得何府皆知，老夫人这才下令用镇妖石把那枯井封了，后来还命人把那小院给扒了。二哥当时为何没拦着杨姨娘？因为我害怕，我一想到那草席，我就浑身发抖，连靠近紫竹林都不敢。这不怪二哥。娇妹妹，你别嫌二哥没用，二哥知道的就这些了。二哥，你为何如此？对不起，我今天失态了。钱安至今对自己的行径都毫无悔意，换做任何人都会欲杀之而后快。但这也不是我做错事的理由。你也是人，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。奴婢见过殿下，九娘子。九娘子，之前奴婢说要送与娘子一把新伞，今日才在库房找到，花纹一样，颜色与娘子相称的。多谢，娘子喜欢就好。这等鲜艳的颜色，怎会与我相配？
不喜欢扔了便是，何须为了一把伞浪费心神？倒也不是不喜欢，只是我刚出服不久，实在不便用这等鲜艳的颜色。她不是秦老夫人最器重的贴身侍女吗？怎会连这种事都忘记了？采荷行事向来仔细，按理说不会有这种疏忽。不过，以我近些时日对秦府做的事，他能这般敷衍我，也是不易。若非在紫竹林碰上了他，重封枯井这事，说不准还能瞒得更久一点。老夫人呢，为了这口熏井心慌了2天。这不，今早霍大人一发话说勘察完毕了，就立刻让我带人把这口井给封上了。重封枯井，重封，这石板应该就是封井用的镇妖石。看苔藓的长势，这石板应是刚被移开不久。此处是秦府的禁地，谁会闲来无事将这镇妖石给移开？我想，我们漏掉了秦府的第一个案子。是连夜案吗？不，是偷移镇妖石案。无论是刘春之死，还是引导我们去寻找杨氏母女的遗骸，凶手必须要移开镇妖石才可实施。所以，偷移镇妖石才是复仇的第一步。如此算来，凶手从准备到出手杀人，10几年来，秦府上下只有刘春可以公开进出紫竹林。凶手想要不为人知的偷移镇妖石，必须要得到刘春的配合。可这刘春又是秦老夫人和秦安的心腹，想要获得她的信任可不容易。由此可见，凶手的心性、城府，着实不容小觑。可那镇妖石，至少需要4、5个壮汉才可移动。凶手就算有刘春相助，也不过是2个人，是如何能移开那重于1000斤的镇妖石？而且移开镇妖石后，他为何不立刻对八姨娘和刘春出手？他在等什么？恐怕是在等我们。我们？安阳侯府新娘案后，我曾发现有人在监视你。与其说是监视，倒不如说是等待，等待一个将他布局展开的机会。若没有你的勘验之术，八姨娘的真正死因会被秦老夫人给掩盖过去。若没有我这个亲王世子，新上任的按察使霍怀信也不敢得罪秦府，凶手的计划根本没有办法推进。可正因为你我2人合作，让凶手的布局得以顺利实施，揪出了秦安这个罪魁祸首。凶手就像一个老练的猎人，忍耐许久，要的就是一击毙命。如此说来，连夜与杨氏母女毫无关系，她的死并不在凶手的计划内。回想连夜遇害当晚，刘春赶到后，特意去看了死者的尸身，像是要确认死者的身份。连夜，说明刘春根本不知死者是连夜。连夜被害时，刘春肯定不在紫竹林里。可惜我没有办法得知连夜生前究竟见到了什么，逼得凶手匆匆将他灭口。去问问与连夜交好的侍女吧，或许能找到他去紫竹林的原因。殿下，殿下，秦府的库房和秦安的院子都搜查过，根本就没有杨氏的画像。是没有秦安题字落款的画像，还是独独没有杨氏的？别说题字落款了，就连女子的画像都没有。主子，这里。治安道在这后面，机关应是就在这附近。在这儿。我来。
什么玩意儿啊？杨氏的画像距今至少8、9年，只需找纸张微黄的画卷即可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用管。嗯。都是秦安碰过的东西，别脏了你的手。没有题字落款，这画像倒是意境缱绻。这有个印线，于民，一指真假难辨的美玉。这秦府上下名字与美玉相关的，似乎只有秦琛了。这画中可是秦少夫人？不是。大嫂说，大哥心中另有其人，却没人相信他。原来并非大嫂多心。秦琛把画卷藏在这里，说明他也知道这段私情是见不得光的。主子，都搜遍了，没有一张正经的仕女图，定是秦安那家伙怕暴露杨氏的行踪，偷偷找人销毁了。杨氏的遗骸都已经挖出来了，还销毁画像做什么？殿下的意思是，销毁画像的另有其人。秦琛代掌庶务，刘春是秦安的心腹，他们2人皆有机会销毁画像。可惜没有杨氏女儿的容貌参照了。无妨。